我男朋友脾气特别火爆，点火就着。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，人都是被逼的才会急。可是总不能时不时的就犯脾气吧？我再犯脾气没从他犯脾气啊。反正这样下去我可忍受不了。因为暴脾气而分手，这男生的脾气得有多暴呢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玉，23岁，来自辽宁，影视制作；女嘉宾小兰，25岁，同样来自辽宁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暴脾气？对。看不出来啊，斯斯文文的。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是那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，然后一起去玩那个真人 CS 啊。当时吧感觉挺不错的，对我也特别照顾。感觉吧就是性格挺直率的，就是挺 man 挺爷们儿的。而我本身性格吧也挺直的，我不喜欢磨磨唧唧的那种人，感觉我俩性格挺相似，再加上他追了我一段时间，我就考虑了一下，那就相处试试呗。可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吧，我就发现他脾气有点急躁。再后来吧，我就发现不仅仅是急躁了，就有点暴躁。相处吧，发现好像就有点狂躁了。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莫名其妙发脾气，像定时炸弹，随时就能引爆。我怎么是成定时炸弹了？我能把自己炸着怎么的？你看就这样，总是莫名其妙发脾气。我们刚相处的时候吧，朋友一起出去那个饭店吃饭，大家相处特别愉快。女生之间就爱玩自拍嘛，就在那玩自拍，男生就在那喝酒，整个过程都非常愉快。到结账的时候吧，就是他朋友就说这顿饭我请，挺好啊。结果他呢，他偏不，他说不用你请，我出。那男人面子的问题你懂不懂？咱俩出去请人点饭，你让人拿钱，不打我脸了吗？那也用不着打架呀。我那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往边上步了一下，我让他你别结了，我来。他就动手打我，我有什么招啊？那你朋友结账不是也好意吗？挺愉快的事儿，你非弄得不愉快结束吗？后来吃个饭谁付账有那么严重吗？那不是男人之间面子问题吗？没有什么面子，这顿他付，明天你再请他一顿，你付了不就完了吗？他非要跟我抢，不然就跟我俩打仗。其实这事儿吧，我也没太跟他计较。过后了吧，他朋友和他都觉得自己态度不太好，我也说了他几句。喝了。酒后撒疯啊，那是。我也说了他几句，然后这事儿也过去了，他和朋友也和好了。结果朋友说，哎，上次那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，咱们再一起吃次饭吧。这次来家里吃，别因为结账再打起来。去谁家吃他们又打了？不会吧？不是，更可笑的是，他朋友不打了，跟人小区保安又打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保安写磨叽，我都说了，我把身份证、把证件都压着，他就不要我进，还给我俩犟。哎，我简直我弄得闹心。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干什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我就你不都动手打的？我就一脾气上来，我就咣一脚把那个栏杆给踹折了呗。这多野蛮啊！这样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本来挺开心事，每次都因为他暴脾气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后来还有一次接我下班，我有个男同事跟我一起出来，都顺道嘛，就一起走呗。上车了，然后那个。就是男同事，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，就玩那个车窗。哎呀，别提那个同事了，哟，没见过世面是。我一新车啊，刚买，他坐后边监视室搁那扣起我那个电动开关，那车窗这嘚儿一下下一下，那不车不弄坏了吗？我还说呢，我说你别弄了，他还给我顶嘴，我就弄，怎么了？我这不是一火，我下来我给车门拉开，我就好也不吭，我就下来该爱上哪上哪去。哎，我就开车就拉他回家了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是我同事，到时候我怎么跟他？那哪同事怎么哪同事有这样的？那我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不会为我想想吗？你不想想后果吗？每次都这样，什么事都是别人的不对。还有一次更搞笑，我们俩吃饭，上来鸡腿儿，他就夹吃，第一次夹吧掉了，第二次夹又掉了，第三次夹吧还掉了，结果他特别搞笑，就。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那么安静的一餐厅，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全餐厅的人全看我们这，当时我脸就挂不住，立马红了。他不但拍完桌子，还把那个筷子给掰断了，然后自己还在那说，我还夹不上来你了。我们上次不回家都跟你解释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你也公司一些破事闹心烦，你这样子拿出说干什么？
我根本就受不了你这臭脾气。当时我觉得面子挂不住，转身拿包就走了。我真是干活累一天了，回家点点饭，点个鸡腿他妈鸡腿都跟我作对，你让不让我活了？那你一大老爷们儿有脾气回家使啊？我什么时候冲你发过脾气了没？你是对我不错，但是你每次都好心办坏事儿。现在天不是冷了吗？暖气不太热，我父母在家里，然后正好赶上他去我家吃饭，然后就给那个暖气工人打电话说那个来修一下暖气。暖气工人来了之后说你家这暖气不太好扭，回去拿那个工具。我们说好，我们正在吃饭，结果他饭都不吃了，跑去扭暖气，非说他能扭。结果给我家的暖气阀都扭坏了，就断了，那水都满地都是，全家人都不用吃饭了，全跑去弄暖气了，水漫金山呢。我也没想到会wor成这样啊！我也想在咱妈把以前表现表现啊，结果就是没表现好呗。反正他这臭脾气，我不想再忍受了。哎，他跟你发过脾气吗？我没跟他发过脾气。跟我很少，但是他每次都跟别人发脾气，也会影响我情绪。就这个脾气。一把火就能给我点着了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呗。控制不住，就是一把火就点着，小事也能点着了。他点爆自己都分分钟的事儿，就是火。他一般是秒秒钟吧，我觉得分分钟你说长了吧。同意。那你现在女朋友提出要跟你分手，你怎么办呀？改呗。能改吗？压制呗。能压住吗？我平常也不是很容易发脾气的啊。那平常。好说好话好商量，你跟我讲理，你看我能无缘无故跟你发脾气啊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小区保安我看挺讲理的呀。好说好来，他就不听我的，我把钥匙都压着，他也不听，不让我进。然后你就给人踹了。你不能动手打他呀，脾气一上来就咣一脚就给人杆儿给踹开了。啊，杆踹开赔了多少钱啊？没赔多少钱，跟他讲和了。讲和了。哎呦，你这么要脸的人能认错啊？不是我认的错，他朋友最后好好说，然后解决了。他当时也没跟人小区保安认错，永远都改不了。那你们俩的感情好吗？本来感情挺好，但每次因为这种事儿也吵架。我总说他，他有的时候也不耐烦。现在有点怕是吧？有点怕说我老说他，会不会有一天他脾气真的起来了？现在是恋爱状态，如果将来结婚了的话呢？所以挺担心的是吧？对啊。对你来说面子是不是特别重要？不一定，你得分情况。你这未来的岳父岳母在你们家吃饭，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面子呀？那肯定得收敛着点吧。哼，你会修暖气片吗？那小事嘛，就暖气阀放个气儿。你会修吗？在家经常也干过这样事儿啊。干过吗？干过啊。哦。他那个暖气阀就是锈死了，没办法，直接连一下一块下来了。啊。那怎么还干砸了呢？锈死了一拧不就砸了吗？锈死了一拧怎么就砸了呢？他那就把自己感觉掰断了呗。怎么就掰断了呢？你别说了行吧？我上来我跟你发火了你。你发火呗！你看到这儿他还是控制不住，所以小伙子你仔细想想，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？老师们怎么办呀？我们这儿有一个大火药桶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家里人也都这么大火气吗？没有，他们和我不一样，我这动不动就发火，一把火就能把我点着了那种。你是自己控制不住啊，还是你自己也不愿意控制啊？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，就是一点小事就能把我惹着了，那有啥呀？啊，这样。对。我刚才在观察你，我发现其实你有很多的这个行为啊，有那种过激的那种表现。包括你在肢体上会有一些，比如说，在说到某些事情的时候要踢腿啊，包括这个拳头啊，一下子你会有一些肢体性的反射。当发生了一些不顺你意的事情，你会有一些条件性的反射。对。但是你没有对自己进行克制，反而是任由它继续的发展下去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身上是有一定的暴力倾向的。你的这种暴力倾向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你自己在纵容自己。你说了几个事件，都是因为别人没有顺着你的意啊，保安没让你进来，人家是遵守那个规章制度，说我就不能让你进来。然后跟朋友在一块儿呢，你觉得他不给我面子，所以又要打。其实你是在性格当中是一个特别任性、特别自我的人。你任由自己的这种暴力的一些小苗头越演越烈，
小伙子，从目前的这种行为来看，你根本丝毫都没有克制的意思，甚至你在刚刚说完要克制之后，主持人在问你几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说你看你把我的火又激上来了。你想想，在这样的一个全国的平台，那么多的观众都在看着，你都没有说表现出稍稍的一点绅士的风度，你没有这种意识。暴力的这个状态啊，其实是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去控制的，但是你现在做不到，你甚至觉得自己那种大打出手的那种状态特别帅，所以以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我认为你应该先放这个姑娘走，因为我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，我特别害怕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那种肢体的表现，我都有一点想躲的意思。如果今天这个姑娘说我不想跟你继续走下去了，你能不能先克制自己，能够把我这个小脾气控制在最小的伤害的范围之内，再跟这个姑娘谈以后的事儿，你能做到吗？可以。狠事儿狠话咱都别干。更不可能啊！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之前对她其实构成了很大的一种恐惧感。你要想挽回你的形象，你首先啊，先让自己变得温和一点，把自己的这种性格做一个好好的梳理。如果今天这个姑娘想要离开你的话，咱不纠缠，也不做任何的这种跟暴力相关的这种行为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这么冲动，吃过亏吗？没有，没吃过亏。我一般也不打架。哇，那你这么冲人家，比如保安发生这种冲突，不打架？对，不打架，打架不犯法吗？那你怎么跟你朋友打起来了？我朋友那天他不录他误会了，我就这么不录他一下，我说让他别紧张，然后他还手打了我一拳。然后你呢？我就是往边上拉，往这推他，我也没动手。你会跟你朋友打架对吗？对，我没动手。保安你也没打起来对吧？你也是踢的那个杆子对吧？对，踢杆子了。哦，你还是有所顾忌的，还是怕的，甭管是怕法律，还是怕自己打不过人，自己吃亏，你其实心里是明白的，对不对？而更多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虚张声势。我不认为你所有的都控制不住自己，要不就是喝了酒，要不就是在虚张声势的时候找一个觉得安全的方式去发泄。总之，你要学会自控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因为你女朋友现在已经害怕了。一个女人最希望对方给到的是什么？安全感。这种安全感有很多种表现，是否专一，还有就是你这种是否能够安全。如果你这样无法去做到自控的一个男人的话，在他来说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。他也生怕在今后有可能的摩擦当中，你会对他拳脚相向。所以慢慢让自己长大，让自己成熟。而成熟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，就是说你会自控，你会忍耐，明白吗？先做好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修养，然后再去追他。小伙子不要着急，我认为你一点也不坏，只是在情绪上要学会自控，好吗？其实我看你们俩，我就想到一个词语叫“美女与野兽”，我就想到那部电影《金刚》。就谁都制服不了他，他天天是在咆哮着，而且他力大无穷，可以伤害任何人，只有那个美丽的女人可以控制得住他。你看他又要发飙了，你看我说他是金刚。我跟你说啊，小伙子，如果你现在还不改的话，你迟早有一天做出来的事情是轻者痛，仇者快。我见过比你更暴躁的人，一个1.98米的大胖子，就是因为前面的一个小个子1.70米的一个男生对他唧唧歪歪了2句，就一巴掌打在脑后掌上，把他打死了。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暴躁的人。你大概是缺乏3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我觉得你缺乏修养。很多暴躁的人往往是缺乏修养的，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他没有去顾及他人的感受，来遏制住自己的行为，控制住自己的手，控制住自己的脚，不要让自己血脉膨胀。你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缺乏修养。如果你平时多去看看书，多去听听作品，也许你的心情会净化一些，不会那么浮躁。第二，你缺乏敬畏，缺乏对于善良的敬畏。
对于社会的敬畏，对于法律的敬畏，什么都不怕，无知无畏。我想发脾气我就发，你能奈我何？还有第3点，大部分暴躁的人之所以会自我纵容自己，他有一个所谓的理论支点，就是他认为，你看我虽然暴躁，但我也直率啊，我什么都挂在脸上，你看我多坦诚啊，我多真诚，是吧？我性情中人。我最讨厌有一些人在喝醉酒之后，动不动用性情中人来标榜自己，认为自己是一个直来直去、特别天真的人。其实有的时候不过是一种无赖。真正的真诚是把自己袒露在别人面前，一览无余，但同时我也愿意去改正我的缺点，这叫真诚。而有一些人动不动，你看我就管不了我自己，我就这么个样子，你爱要不要？这不叫真诚，这叫无赖，叫发泄，发泄了自己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那你还谈什么真诚呢？脾气大好了不起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脾气也很暴躁。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脾气特别暴躁。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某些言行而丧失理智的话，其实这个人和动物也没什么区别。所以你就是得忍，忍字头上一把刀，你不往自己的心窝子上捅刀子，你怎么可能改变得了自己？咬着后槽牙在听这些话吧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一个爷们儿必须得忍。你身上唯一让我看的还算是欣慰的一点就是，你虽然暴躁，但目前为止，你心爱的女人，你还不曾动过她一根手指头，哪怕是晃一下或者是误伤都没有，这点是我还比较欣慰的。因为以往在这个台上，有些男人以爱为名，说我多么爱她，我对她怎么好等等等等，但其实不断的在伤害这个女生。你倒是没有，在这一点上你还算是个男人，但是你切记，你的这个脾气如果真的不改，到头来伤心的是你的家人。你一旦丧失理智，怒不可遏，到最后你会后悔的。你听见没有？就这样。要面子啊！你发现这几件事儿都是女朋友在的时候，要在女朋友面前去绷那个面子，要那个虚荣，是吧？我倒觉得姑娘那个抉择是有道理的，你能理解吗？她害怕你，明白？自己想清楚吧。女生啊，温婉的把这件事处理好。好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虽然吧脾气有点暴躁，但是对你从来也没有发过脾气。我可以为你去改变压制我这个脾气，为了你我可以去改，跟我回去吧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我挺感动的。我真的希望你能落实到行动上，不是就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会去改，放心吧。没话了？没有了。请亮灯。还年轻，23岁对吧？对。加油吧，改变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苏老师，就这种男生你是怎么界定的？我觉得是惯的。就刚才我一直问说你爸妈脾气好吗？他说好。父母脾气太好，给他惯成这样了，别人不能不顺着我。我觉得这也提醒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在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上，也应该好好的用点心。这就是说，所谓逆商教育，对吧？年轻啊，血气方刚，但是该有的克制还得有。那这个女生是留下还是走了呢？请。别着急啊！你觉得他这个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让我改，能改吗？哎，这个态度特别好，控制了开始。我的脾气是太暴躁了，但是我为了你，我一定去改。我一定会给你追回来的。又来这儿了啊！再问一件事儿，能向那个曾经因为你的脾气跟你发生冲突的那些人道过歉吗？对不起。哎，真好，加油啊！克制自己啊！